好，我是露露，欢迎来到我们露蜜简生活的频道。今年呢，世界疫情开始慢慢好转，很多过去2年由于疫情影响延迟办婚礼的朋友们又开始行动了。所以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露蜜自己去年在加拿大筹备婚礼的整个过程和经验。如果正在看这期视频的你们，也喜欢简单温馨又不失精致的婚礼风格，也希望自己的婚礼充满自己的个性又不千篇一律，同时呢又想有效地控制婚礼的支出费用，那我相信今天的这期视频肯定会对你们有所帮助。首先呢，和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情况。我和 Michael 呢是在2020年初决定结婚的，那个时候全球疫情刚刚开始。不过呢，我们当时就根据往年疫情的情况推测，估计这次疫情实际的持续时间也不会超过1年，所以呢，我们就把婚礼定在了2021年，也就是去年。现在想想，当时我们真的是太乐观了。我们其实真正开始备婚是在2020年秋天，所以我们一共备婚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和 Michael 平时工作学习也比较忙，所以呢，我们主要也是利用生活中的碎片时间来备婚。如果看这期视频的你们也觉得自己备婚时间不是很够，婚期非常的紧张，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另外呢，我和 Michael 我们希望自己的婚礼充满很多属于自己特色的小设计，所以最终呢，我们一致决定我们在加拿大的婚礼不聘请专门的 wedding planner， 就是婚礼策划师，而是由我们自己亲自呢来策划属于自己的婚礼。那最后我们和婚礼的效果，我们自己是非常满意的，而且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宾客们都说我们的婚礼很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我现在想来，觉得离不开以下几个很重要的备婚经验。那备婚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根据你们婚礼所在的城市、当地的气候条件，还有你们自己的喜好，尽早的去确定婚礼的日期，还有婚礼的形式。我和 Michael 呢，因为比较喜欢自然，觉得加拿大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风光是婚礼最好的背景板，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在加拿大举办的婚礼会是一场户外婚礼。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入乡随俗，所以决定我们的婚礼呢会遵循传统的西式婚礼，省去中式婚礼复杂的步骤。我也相信每个女孩子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理想婚礼。我和 Michael 呢，是因为这个薰衣草有化结缘，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决定把这个婚礼的户外场地选择在一个薰衣草庄园，觉得这样呢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有意义。最后呢，我们就把婚礼的具体时间敲定在了2021年6月底的一个周六，因为周末呢方便宾客前来出席我的婚礼。另外6月底呢，也是1年当中温哥华这边的薰衣草开得最茂盛的季节。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晴朗的一天，蓝天白云山川，再配上一大片天然的紫色薰衣草，我觉得就算没有任何后天的装饰，这样的画面感已经足够的浪漫美丽了，或许可能要比后天任何的装饰都要来得动人。所以如果大家选择户外婚礼的话，天然美好的这种婚礼环境，再加上不是过于复杂的婚礼步骤，会帮助大家节约一些婚礼布置的开销，而且呢也会节约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但如果你们呢比较喜欢室内婚礼的话，天气和气候条件就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了。那我会建议你们去避开那些户外婚礼的热门季节，这样的话呢，也会一定程度上的节约婚礼的支出开销。那备婚很重要的第2点，就是尽早的确定来宾的人数，还有呢，结合你们自己的喜好，尽早的去确定婚礼场地。我和 Michael 一直觉得，婚礼不是只有排场大、豪华才会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如果婚礼多一些属于新人自己的小设计，婚礼细节上多一些诚意，这种简单温馨又不失精致的小型婚礼，也会让来宾觉得非常难忘，很有温度。所以呢，兼顾疫情的考虑，我和 Michael 决定，我们在加拿大的婚礼只邀请30名左右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呢，邀请一位闺蜜作为我的伴娘，到时候在婚礼上交接戒指，做一些交接流程。那我们可爱的包子呢，就做爸爸的 best man， 也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关于婚礼场地，我觉得大家提早预定场地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场地，一般呢什么时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它
他们的档期呢很快就会被订满，尤其是在大家热门结婚的日子。像我们当时选婚礼场地，因为我们目标很明确，就想订薰衣草庄园，所以我们大概呢就对温哥华周边的这个现有的薰衣草庄园进行了筛选。像温哥华旁边的盐泉岛上有一个薰衣草庄园，但是呢它呢需要坐轮渡才能到达，不够方便，而且场地比较小，只能举办仪式。不过呢，温哥华内陆距离温哥华大概车程2个小时之内有一个 Chilliwack 小城，那边呢还有几个薰衣草庄园，而且呢其中有几个面积都挺大的，既可以举办仪式，也可以举办庆祝晚宴，对我们来说就很方便。那最终呢，我和 Michael 选择的婚礼场地呢，就是在 Chilliwack 小城的一个叫做 Lovely Lavinda 的薰衣草庄园。它这个农场主很有情调，他呢把这个薰衣草花圃设计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而且呢还用这个水晶灯来点缀他们家传统的那种西式的谷仓宴会厅，就感觉整个建筑风格再配上这些装饰，让人觉得是那种浓浓的那种美式田园风，特别的纯粹，特别的地道。再配上他们家天然拥有的这种蓝天白云和后面广袤的山川，当时我站在他们家的那个花圃里，我和 Michael 就说，真的就是内心说不出来的激动，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应该是我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就是那种心心念念的地方。所以当即我们就决定在那里举办婚礼，然后当时现场就把押金给付了。像温哥华这边预定场地的话，一般都是在预定的时候就要付50%的定金，然后在婚礼当天再付最后50%的尾款。另外呢，我们和农场主沟通下来，我们觉得他们很好沟通，他们给我们的报价呢也是1天的全包价，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就很方便很合适，因为我们呢就可以充分的享受薰衣草庄园1天的美好，时间上就比较的宽松。其实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大家在预定婚礼场地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比方讲，这个婚礼场地对宾客来说是不是方便？这个场地是不是有很多的限制？不管是流程上的限制，还是使用时间的限制。还有呢，这个场地的报价它有没有什么隐藏费用？比如说音响的使用费、切蛋糕的服务费，甚至额外的电费，你是不是都要支付？这些问题呢，一开始就要问清楚。那备婚很重要的第3点，就是在确定你们婚礼的大方向、时间、场地、来宾人数，还有婚礼形式之后，尽早的去确定你们的供应商团队，包括婚礼摄影师、摄像师、化妆师、花卉师、布置团队，还有你们的餐饮团队、甜品师，还有一些比如说提供音乐娱乐设施的团队。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挑选供应商之前，双方呢商量出一个比较明确的预算，而且呢给自己留出一些的 room， 就是多余的这个预算空间。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来支付在备婚当中一些意料之外的支出。而且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优先级来去分配预算的。我和 Michael 我们自己也参加过不少的婚礼。其实一场婚礼，宾客最直接的感受主要在于2个方面，一个就是吃的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当时的气氛如何。如果一个婚礼它的环境布置有5分，但是它宴会的食物的质量只有2分，那我相信这个婚礼给宾客的感受一定会大打折扣。所以婚礼的这个餐食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你的宾客呢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另外一方面，对于新人来讲，最好能够留下一些影像记录回忆，以后还可以翻看。所以呢，摄影师、摄像师这方面的支出对于新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婚礼预算大比重呢放在这个摄影摄像还有宴会的这个餐食质量上。在挑选供应商方面，好的化妆师一定是让你新人的妆容非常符合你自己的气质和你婚礼的主题风格非常协调，而不是当下流行什么妆容就给你画什么妆容。那好的花卉师布置团队也不是那种一个劲的要求你提高预算的团队，好的团队它应该是在你提供的预算范围内，想办法抓大放小，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你们协商的这种婚礼的效果。不同的花材它的价格差别确实挺大的，所以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把昂贵的花材用在醒目的地方，比方讲婚礼仪式的背景板，
还有新娘的手捧花。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控制你的这个花卉布置的费用，另一方面呢，也不太会影响你出片的效果。那我们具体挑选供应商的步骤，就是首先在 Pinterest 和 Instagram 上浏览大量的婚礼图片，很确定自己喜欢的婚礼布置的风格，包括婚纱照成片的风格。然后呢，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风格去寻找更擅长我们喜欢风格的这种供应商。像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婚礼的供应商口碑比较好的团队，他们的信息都是很透明的，网上的评价呢也比较真实。不管是 Google 上还是 Instagram 上，或者是小红书上，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去参考，直接去了解。那我们最后选择的摄影师呢，就是温哥华的 Nikki Photo Studio。Nikki 呢，他自己的风格就是自然又不失精致，很会抓拍一些精彩的瞬间。我和 Michael 呢都比较喜欢这种偏自然纪实的风格，所以呢，我们一看到他的成片以后就很喜欢。而且我自己呢比较喜欢胶片摄影，觉得胶片的照片看起来特别有质感，就像牛奶般，那个色调特别的柔和耐看。而 Nikki 呢又是温哥华少有的擅长胶片摄影的这个摄影师，所以因为这2点，我们立即就敲定让 Nikki 做我们的摄影师。我们选择的婚礼摄像师是温哥华的 Hammer 老师，他现在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叫老顽童。就是他拍出来的影片呢，更像是一个有头有尾、一气呵成的微电影，而不是用夸张的音乐和婚礼的不同片段简单堆砌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比较注重情感情绪的表达。那我们的化妆师婚纱照呢是 Sylvia， 婚礼呢是 Coco， 他们2个呢都很擅长那种偏自然的韩式妆容，就很适合我的气质。所以我当时看了他们的样片之后，也是立即就确定是他们了。我们的甜品师是某某陈，他呢也是很擅长这种小清新又精致的这种甜品风格。我们的晚宴 Buffet 自助餐团队，还有我们的花卉师布置团队，都是温哥华本地口碑很好的新人团队。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质量真的是非常的好。这里我要提一点，我们 Buffet 的这个自助餐团队，我真的要给他们点3个赞，真的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敬业。在我们婚礼当天，由于我们婚礼那个周末突遇温哥华这个极端高温天气，我们的 Buffet 团队还主动提前和我们沟通，去调整他们在婚礼当天这个提供晚宴的计划，这样确保在我们晚宴开始之前10分钟，他们再把这个新鲜的食物盛上来。这样的话呢，不会因为这个高温天气来影响宾客餐食的口味。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用心了。那备婚经验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新人，你们自己在备婚期间要保持一颗平和积极的心态。其实婚礼它就是一件有很多复杂的小事组成的一件大事，它考验的呢就是新人2个人之间的这个团结协作能力。只要2个人善于沟通，互相理解，多一些同理心，这个婚礼一定可以办得很好。尤其临近婚礼前期，大家千万不要焦虑，总觉得自己少考虑了一些东西，害怕婚礼当天会出很多的意外状况。其实不管是活动执行也好，还是婚礼也好，如果能够按照计划实现超过90%以上的效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执行，一个很好的婚礼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去苛求一些细节，给自己带来一些无谓的压力。婚礼前充分的准备和供应商充分的沟通非常重要，但是婚礼当天，请大家安下心来，充分享受属于你的那一天。婚礼当天，就算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就冷静的应对，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像我和 Michael 结婚当天，由于突遇这个温哥华10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天气，在我们这个婚礼仪式开始前10分钟，突然之间我们所在的 Chilliwack 地区停电了，就造成我们户外的音响瞬间就没有声音了。当时呢，我和 Michael 也没有慌，我们就专注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农场主也非常给力，他呢就直接去隔壁的他弟弟家借来了发电机。我们那个摄像师汉姆老师呢，也把他的大 SUV 直接开到了这个婚礼仪式的这个场地，准备呢用他的大 SUV 来给我们的这个音响设备
这个供电。不过呢，还好5分钟之后，在我们仪式正式开始之前，这个锡里瓦克地区恢复了通电，所以后来呢，我们婚礼仪式就照常举行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天的这个小插曲也让我们人生中这特别的一天更加的难忘。就像我们的摄像师汉默老师所说，天气红红火火，以后的日子就会更加红红火火。也祝愿正在看这期视频的你们，在新婚之后，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好啦，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朋友们，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哦。我们每周都会有精彩的视频更新，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把你们关于备婚的问题告诉我，我一定会积极的回复大家。包子和大家再见喽，拜拜。